为什么一段游戏的开场戏能让玩家在通关后许久依然心有余悸？是轻松一刻后的猝不及防，还是那种全身湿透、摸黑潜行的压迫与紧张？又或者，只是黑夜中那股突然迷失方向感的孤独与恐慌？大家好，我是 Gavin，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再次回到那片山林，深度回顾和解析那段惊险刺激的暗夜逃亡之旅。暖色的夕阳斜照，岸上一地炊烟升起，水塘里长满了茂密葱郁的芦苇，河水清冽，四周蛙声一片。芦苇深处，少女们的歌声欢快而优雅。汉斯在前，领断后，正偷偷摸摸地朝歌声的方向探去。此刻你内心万分紧张，一步一张望，生怕踩水声太响，又一边兴奋地脑补着或许可以窥探少女的无限春光。可这样的欢乐轻松，却突然被营地的厮杀声与刀剑声迅速打断。你猛然回头望去，曾经的好伙伴逐一被杀，那份重要信件也被偷去，而强盗们仍在岸边到处搜寻着落单的幸存者。你和汉斯不得不在死亡的阴影里仓皇逃命。好不容易拼命游到对岸，来不及歇息片刻，却发现自己肩上还中了一箭。好在汉斯快速帮你把箭头拔了出来，简单处理后，你俩便开始赶路，趁夜色的掩护，继续逃亡之路。夜色渐浓，四周漆黑一片。黑色本身就意味着未知与危险，这如墨的夜色似乎也让逃亡变得愈发凶险。游戏的验阶机制限制了你的视线，而你也没有火把用来照亮眼前，只能死死盯着汉斯的背影，缓缓前进。你身负剑伤，疼痛难忍，移动的速度被迫变慢，而周围漆黑茂密的林地，屏幕四周的血红晕影和底部那一抹残血又在不断提醒你，最好低调前行才能保命。向前没走几步，就觉察到前方有强盗在四处搜寻你俩的踪迹。黑暗中橘红色的火把随风摇曳，游戏逼真的光影渲染让强盗们那凶狠的面孔以及锃亮的铁甲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发狰狞和危险。而伴随着游戏低沉而惊悚的背景音乐，你的神经不断紧绷，脚步愈发慌乱。不过你很快明白了汉斯的示意，悄悄躲在身旁灌木的阴影中，暂时躲过了敌人的视线，一切有惊无险。抬头望去，大树树冠勾勒出那微蓝色的夜空，让整个林地气氛也变得愈发肃杀而冷清。虽然危险环伺，步步如履薄冰，好在有汉斯在前方带路，你心中微微掠过一丝慰藉。强盗的说话声渐远，你和汉斯借机紧贴着路边凸起的山岩，朝着前方缓缓移去。不料此时高处山腰的林木间火光晃动，原来又是一对兄弟。你俩迅速蹲伏前进，躲在面前的一块巨石之下暂时隐蔽。而你此时内心紧张无比，强盗 NPC 的对话你也无心探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冲出去。等待敌人的喧嚣声渐渐远去，你和汉斯迅速越过横木，笔直向前，奔向山林深处。最后几经波折，慌乱中你和汉斯闯入了一片由巨大岩石围成的岩石泥阵。在经历了刚才的恐怖逃亡后，你俩都惊魂未定，还为了要不要躲入岩阵中争执不下。不过多年好友加患难兄弟的过命交情，让你俩很快放弃分歧，就接下来的行动达成一致。汉斯负责在岔口把风，而你需要进入岩石阵中，尽快探出一条逃生路。这是你在游戏里第一次单独行动，却又被迫离开伙伴的陪同，安全感全无。而你又身负重伤，又手无寸铁，
巨大的孤立与无助将你瞬间包住。凭着一腔孤勇，你最终还是踏入迷阵，但依旧选择弯腰低调前行，因为屏幕上的搜索小兔不断提醒着你，强盗人在四周不遗余力的搜查，而你依旧没完全脱险。你此刻小心地在岩石之中慢慢挪动，每一步都比之前更加谨慎。没了同伴探路，四下漆黑一片，游戏里的动线引导又让你只能依靠地面灰白色的路和两侧岩壁的微弱反光来辨识方向，而岩石上方还时不时闪过强盗手里的火光，这更逼着你每进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岩石迷阵的地图相比之前更为复杂，这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时间的紧迫与路径的复杂，这双重压力早已把你压得喘不过气，而内里逼仄狭小的空间压迫感同样令人窒息，而这再度放大了你的紧张、焦虑和无助。日渐熟悉的虫鸣声和低声压抑的背景音，更是将此刻的代入感拉上峰顶。最后，你好不容易半天从岩石迷阵中绕出来，和汉斯顺利会合，终于得以喘口长气，可算逃出来。当你和汉斯正要一起钻过倒下的树干，从斜坡滑下去的时候，不料却被追来的强盗兵逮了个正着。当时你心里一沉，完了，这下恐怕是真要去见耶稣。就算捡了把刀剑，也斗不过全副武装的强盗兵啊！果然，没过2招，画面就变红。好在这个时候终于触发了游戏剧情，你忠实的小伙伴呆呆刚好赶到，一个飞扑上来就死死咬住强盗的胳膊，这让你也有了一线翻盘的时机。但最后，你还是和强盗一起扭打着从悬崖边上摔了下去。当然，游戏中的你最后还是活了下来，在汉斯的搀扶下一起朝林中走去。当然，我不得不佩服的是，这里从钻树干到触发剧情和强盗过招这几个环节的镜头无缝切换，紧张刺激的逃亡体验完全没有被过场打断，始终让玩家保持体感在线。这让我不得不联想起游戏星空里那些备受争议的过场夹子，硬是将那份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沉浸感分割得支离破碎。同为科幻忠粉的我，属实是怒气不争啊。不过比起刚才提到的无缝过场，真正让游戏沉浸感十足的是这段逃亡里玩家的每次操作都不是摆设，你不是在看一场演出，而是在真正参与一次逃亡。每一次潜行，每一个跳跃，甚至短暂的驻足，都会带来实际的结果与反馈。比如你确实可以靠潜行成功避开敌人的火把旋轮，你也可以在敌人转身的一瞬间躲一个冲刺，一口气穿进树丛，或者你只是躲在一块巨石后屏住呼吸，等他们走远，这也行。这些行为不只是能做，而且有用。你清楚知道，这不是例行的过关流程，而是一场抉择与运气并存的逃命。与此同时，游戏所采用的背景配乐和空间化音频技术，也在无形中推动着你的紧张感不断升高。背景音乐低沉压抑，时断时续，脚踩树叶的沙沙声，踩断枯枝的倾斜，都会让你的紧张情绪被无限放大。就连敌人的脚步声、交谈声，也会根据空间距离的远近，在耳边忽远忽近，仿佛此刻你就置身于那片危机四伏的林地之中，代入感被拉满。所以声音不只是气氛烘托，更是参与游戏机制的一部分。它不大声，却精准刺入你的每一次心跳；不喧哗，却让你感觉危机在步步紧逼。正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音效，才让这段潜行逃亡变得如此令人窒息。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机制和技术之外，
这一段中光影渲染的运用，更是为这段业界逃亡塑造了极强的临场感。不过，由于技术的复杂度和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讲。而在这个3A 大作横行的时代，这些技术名词听起来或许也并不新鲜，但它们却是在游戏设计中塑造玩家沉浸体验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游戏开端的这一幕，原本是一场荒诞搞笑、像喝洗澡的欢乐玩闹，到最后却演变成营地被屠、凶险叵测的业界逃亡。而它至今仍让许多玩家心有余悸的原因，也并不仅仅是游戏剧情角色的生动演绎，更是其于游戏机制的设计、玩家心理的引导，以及游戏技术的综合叠加，共同造就了这样一份惊心动魄的游戏体验。而在整部游戏中，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精彩片段还有很多，这让我不禁猜想，也许正是这些精彩高光体验的不断累积，才让一部优秀的游戏作品在即使玩家通关后许久，依然愿意回流，再次回味和感受作品中那份独特而又深厚的艺术魅力。而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在游戏中遇到过让你记忆深刻的精彩片段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并互动。当然，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订阅并转发。我是 Gavin，我们下期再见。